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个机器，就是我们同事准备搞促销的机型。当然，它也是我们去年在联想的发布会上见到的机器。那这两款机器呢，也是联想现在销量最好的两款机型。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更多的技术细节，于是呢，就有了这期视频，也算是提前为大家避坑吧。那如果大家看到联想的官网呢，联想的工作站系列的产品线还是挺长的，从 P2 到 PX 中间呢还有 P3578。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就是中端的 P3以及最高端的 PX。那先说一下最新的 ThinkStation 工作站整个系列要怎么区分呢？如果单从处理器来分的话，只有 P8 是 AMD 的处理器，其他的都是英特尔的 CPU。那 P2 跟 P3 是采用英特尔酷睿的处理器，那 P5 跟 P7 呢，就是搭载英特尔至强 W 系列处理器。那 P5 呢是搭配 W2400，P7 就是搭配 W3000系列 CPU。那大家知道，至强 W 系列是单路的 CPU 设计，那 PX 呢是支持第4代以及第5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也就是它是双路的 CPU 设计。那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 ThinkStation PX 工作站是目前联想最高端的工作站了。当然了，现在 AI 这么火爆，还有一种区分的方式，就是根据支持 GPU 的功耗以及 GPU 的数量是可以进行区分的。那我们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那我们先看这个小 P3，那这个呢就比较简单了，体积呢跟一个普通的台式机差不多，它的高呢是415毫米，宽呢是180毫米，它的深是370毫米。那前面板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种老 IBM 的风格，黑色的格栅网。那 P3 呢，这个标识算是有点致敬小红帽的感觉。那这个字母 I 上面这个小红点呢，其实是一个 LED 的指示灯，也是有设计感在里面的。为了便于你把这个工作站放在你的桌面上，它把这个接口呢都放在了前面板上。那最上面呢就是一个电源键，下面呢就是音频接口，一个 SD 卡的插槽，一个 Type C 接口，4个 USB 3.2的接口。那这里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下面的这2个 USB 接口是 USB 3.2精2的，那传输速度呢是上面这2个的1倍。如果已经买了的朋友，记得优先插下面的。那这些接口的边上呢，你现在看不到啊，它其实内置了一个扬声器，透过这个缝呢，还是可以看到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后面板。那后面的接口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那由于英特尔第14代酷睿桌面处理器的部分型号是集成 GPU 的，它就把 HDMI 还有 DP 接口都集成在了主板上。你看，有2个 DP 接口，一个 HDMI 接口，下面呢还有4个 USB 接口，一个千兆网口。那最上面呢就是它的音频接口。大家别看这个固定接口已经这么多了，你知道吗？还有更过分的，就是这个音频接口下面这个区域是可以选装的，它是可以选装 DP、HDMI、VGA 接口的，甚至是 USB 接口。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小伙伴呢应该都不需要了。这边还有一个选装的区域，它是可以选装老的串口，还有老的 PS2 的键盘鼠标接口的。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那这下面呢，就是它的 PCIe 扩展区域。一会儿呢，我们拆开机箱，大家就能看到内部了。下面就是它的电源区域，它是单电源不带冗余的。它的电源呢有3种可选：500瓦、750瓦跟1100瓦。那我们这台呢安装的就是一个1100瓦的电源。那大的电源呢就会给扩展带来好的基础保障。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机箱内部。你看，它侧面还有2个风扇，是2个10瓦的风扇。来，这个风扇看这个位置啊，是对着这个 PCIe 扩展区域进行散热的，它是可以把它拆掉的。好，现在看到这个主板的布局就很简单了，只有1颗 CPU。那现在英特尔酷睿 CPU 集成了2个内核微架构。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大小核的设计。那这个工作站呢，最多是可以支持24核32线程的，也就是 i9-14900K。那这颗 CPU 最高的频率是可以到6G 赫兹的。那这里提一句啊，虽然至强服务器系列的 CPU 整体的性能很强，要超过酷睿，但是不见得酷睿在某些方面表现就一定会差，因为相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它们的睿频加速要比服务器的 CPU 要更高。你没有见过睿频到6G 赫兹的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吧？所以呢，在一些单线程的应用上，酷睿要比它更贵更强的至强 CPU 表现的会更好。它有4根内存插槽，是支持 DDR5 5600的内存的。你看，我们插的就是一个 16G 5600的，整机最大支持的内存容量是 128G， 也就是单根最大 32G。那 32G 以上的内存是不支持的。这里呢有个吐槽的地方，当你插满4根 32G 内存的时候，它的内存会降频到3600。那这一片就是它的硬盘接口区域，板载了4个SATA接口。那为什么是4个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站在 BIOS 就支持 SATA 硬盘组件 RAID 0150。那 RAID 10呢，最小呢是需要4块硬盘啊。大家如果硬盘多的话，要记得这个功能啊。这2个白色的就是它的 M2 接口，那旁边呢，这里还有一个 M2 接口。那这个接口呢，其实是用来安装 WiFi 无线网卡的。那现在的无线网卡都是支持蓝牙 WiFi 双模的，所以呢，这个工作站在网络连接方面是支持 WiFi 蓝牙跟千兆有线网络的。那在扩展性上面呢，大家看它的 PCIe 扩展区域，虽然呢有4个 PCIe 插槽，但是实际上也就这么一个 PCIe 插槽是可以用来安装 GPU 的，只有这个是 PCIe X16 的。现在有很多人在这台工作站上安装4090也是可以的，那安装的宽度也是够的。那能安装的 GPU 型号我就放在这里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GPU。这里呢，官方有个建议，如果 GPU 的功耗高于300瓦，就要选择1100瓦的电源。那 GPU 的功耗呢，在100瓦到300瓦之间，就选择750瓦的电源。那100瓦以内的 GPU 呢，就选择最低的500瓦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机箱内部到底有多少个风扇呢？1、2、3、4、5、6。除了前后散热之外，这里是上下，这个就是侧面散热。牛逼！那总的说来呢，从性能的角度来看，这个 P3 的工作站，它支持单颗14代酷睿 CPU、2块 M2 的固态硬盘、4块SATA硬盘，可以安装1块双宽的 GPU 卡。那说了这么久，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旗舰机型 ThinkStation PX。那我前面提到了 PX 工作站呢是采用双路的 CPU 设计，而且呢它是支持英特尔第4代跟第5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有可能它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采用双路服务器 CPU 的工作站。就连英特尔都曾经表示过，这个工作站将是最后一款双路 CPU 工作站，有可能在这之后就没有了绝版工作站了。因为它的性能足够的强，所以呢，在一开始的设计上，就是按照混合云工作站的方式去设计的，就是多用途。你看，你现在如果这么竖着放的话，它就是一个桌面的工作站；但是如果这么横着放的话，它就是一个5U 的服务器，是可以放进标准的机柜的。你看，它这个机器的4个角，它都是有把手的，就是为了便于移动和上架。那作为工作站呢，采用这么显眼的红色设计也算是少见。那别的工作站呢，在我们这里大家也见过不少，都是以黑灰色调为主，凸显的是商务跟稳重。像这么显眼的红黑设计也算是独一份。而且呢，这个系列的工作站从 P5 开始就采用这种外观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其实是跟阿斯顿马丁联合设计的，可以说是联名款。你看前面这个格栅网像不像这个跑车的前进气格栅？那设计的灵感呢，就来自于阿斯顿马丁的 DBS 系列的跑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跑车的这个图，对比一下。当然了，这个格栅设计也不只是为了好看，一会儿我们开盖就可以看到它的用途了。
那作为一台工作站呢，它的前面板的接口呢是可以自定义的。那我们这里呢选配的是一个音频接口，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的 LED 屏。当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哪怕这个机器无法启动，这个显示屏呢就会显示一个二维码。那拍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联想服务的网站上的相关页面，它会指导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你公司有网管的话呢，那就不用自己亲自扫码了。旁边这一排呢，那跟服务器一样，就是这个工作站的硬盘区。实际上呢，它下面呢是有6个前置硬盘的，那我们这里呢只配备了3个前置硬盘位。那旁边这个锁孔呢，就是防止这些硬盘被人意外拆卸而设计的，默认是打不开的，看，都是打不开的。钥匙呢就在这个工作站的后面板上，它需要拧开才能更换硬盘。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拧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装了什么硬盘了。这是一块12T 的SATA 硬盘 ，OK， 这也是12T 的。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空的，总共安装了2块12T 的硬盘。那大家看到，现在呢是一个3盘位的硬盘背板。如果呢更换为6盘位的背板的话，下面这4个盘位是可以更换为 M2 的硬盘的。当然了，因为它要支持热插拔 M2 的硬盘呢，也要选择企业级的 M2 的固态硬盘。这个热插拔的 M2 硬盘用来做数据盘也算是头一次见。那别的服务器上呢都是用来做启动盘的，也就是系统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面板，它把电源呢单独设计成了一整个区域，那也是冗余设计的，而且呢单个电源还有2个风扇，等于这个电源兼顾了供电和散热2个功能。那最大的电源设计功耗呢是1850瓦。那我们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1850瓦的。而且你们发现了，它在这个后面板上也放了一个电源开关，但这个用上的次数应该比较少吧，可能只有放在机柜里面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得上。那后面板的固定接口呢，还有2个音频接口，下面是一个20Gbps 的 Type C 的接口，下面呢有6个 USB 的接口。那这个空着的地方呢是可以选配一个串口的。那相比 P3 呢，它有2个网口。由于智强可扩展处理器呢没有集成显卡，主板上呢也没有显示接口，那就意味着它必须依赖外部的 GPU 才能输出画面。那 PCIe 的扩展区域呢分成2部分，大家看到了，一共有9个 PCIe 插槽的位置。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是怎么一个扩展方式。它这个侧面也是有锁的。你看这个导风罩的这个设计，相当于把机箱分成了3个区域，相当于3通道散热。两边的 GPU 的计算区域，那中间呢就是它的 CPU 和内存的区域。那每个区域呢都有独立的风扇进行散热。你看每个区域有热插拔的风扇，按一下，拔出来了。这是一个风扇，给 GPU 的。这边2个风扇，给 CPU 跟内存的。这个给下面的 GPU 风扇进行散热的，也是一个。整个风扇模块也是可以直接拆卸的。看，按一下。它这种导风罩的设计呢，还避免了这个 CPU 跟 GPU 之间产生积热。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看一下它在室温下的噪音控制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 CPU 上面呢，采用双路的设计，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它是支持全部的第4代跟第5代智强可扩展处理器的。我把所有能支持的 CPU 都放到这里了，大家慢慢看吧。最多可以到120和240线程。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散热的考虑，它的内存插槽的设计呢，并没有设计成32根 DDR5 的内存插槽，只有16根，一个 CPU 8根，相当于阉割了1半的内存插槽。所以呢，整机最大支持是2T 内存，单根 128G 插满就可以了。如果要升级到2T 内存，这个成本呢就会比32根内存插槽的成本要高一些。毕竟呢，单根 128G 的内存的价格呢，接近64G 内存的4倍。那
CPU 的上下两侧呢，就是它的扩展区域，它的两边呢并不是对称设计的，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上边这一块呢，它还集成了3个板载的 M2 硬盘插槽，也是支持 PCIe 5.0的，也就是整机呢，它是最多可以支持9个硬盘位。那这台呢，由于前面板只搭配了3个，也就是最大支持6个硬盘位，那相比服务器呢，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个板载硬盘这里维护呢，就有一点难度了。如果要把这个 GPU 安装上的话，它就挡住了这个 M2 的硬盘插槽，所以呢，只有把 GPU 拆下来，才能更换和安装这个 M2 的硬盘。那两边的 PCIe 扩展插槽呢也不一样，上面呢是5个，下面呢是4个，这就是为什么从后面板看有9个扩展插槽的原因。虽然它的 CPU 是支持 PCIe 5.0的，但是这里的 PCIe 插槽并不都是 5.0 的，一半是 PCIe 4.0，一半是 5.0。那这个呢 ，X8 的插槽也是 PCIe 4.0的。那这种插槽的设计呢，是支持安装4张双宽的 GPU 的。而且你们发现没有，机箱内部有很多带红点标记的位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它就是代表可触摸，也就是它是可以支持免工具拆卸的地方。那这个设计的确是对于新接触这个工作站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这里给他点个赞 ，nice。你看机箱内部这些 M2 硬盘插槽上面也有这些红点，都是支持免工具的。我们把它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它是这个 M2 硬盘是有这个散热欺骗的。看，我们是一块2T 的 PCIe 4.0的 M2 固态硬盘。哦，这个是空的。这个也是空的，等于只有一个2T 的 M2 固态硬盘。那现在大家看这台 ThinkStation P-X 的配置就已经很清晰了，2颗英特尔自强 CPU，8根 DDR5 32G 的内存，1块 A4000 的 GPU， 一个2T 的 M2 固态硬盘，2块12T 的SATA 硬盘。那到这里，大家里里外外都应该是看完了。由于这2台是桌面工作站，所以呢，在操作系统上，哪怕是这台安装服务器 CPU 的 P-X， 也是支持桌面操作系统的，像 Win10啊、Win11。那我们呢，准备呢，也是在这些桌面操作系统上，在现有的基础上跑一个基础的测试，也让大家可以预估一下它们的性能水平。那大家看到了，这2台工作站已经被我们拆得七零八碎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准备下面的测试。Let's go。现在我们就要给他们做测试了，看，都是一个开机的状态。你看这个分贝基本上没有声音了。那现在这2个画面呢，就是它的BIOS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做 RAID 的。看，把这个硬盘配置改成这个 RAID， 就可以支持 SATA 硬盘和 M2 用来做 RAID 了。但是这边呢就有点不一样，它除了支持这个板载的 RAID 之外，它还有一个 VROC。你看，我们现在是2块2T的硬盘做的一个 RAID 1，看上面还有一个 VROC。就是这个 CPU 支持的 RAID 级别，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就准备测试一下它 CPU 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哎，这个的 CPU 现在可以看到了，是一颗 i9 的14900K， 看还有一个集成了770的一个 GPU。那我们现在在那台小的测试过程中，我们同时把这个大的工作站也测一下。Run all tests， 看到它的 CPU 是2颗6442Y 的 CPU，48和96线程，它的 GPU 也认到了，是一颗 A4000 的 GPU。1 hour later， 好了，这2台3类半起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X， 它的多核跑分是3449分，它的单核跑分是80分。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 A4000 GPU 的跑分是多核的分数的3倍多，有10642分。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P3 的跑分，它的 CPU 的多核跑分是1485分，只有它的一半不到，但是它的单核的分数有124分，是这台 P3 工作站的50%左右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单线程的场景下，桌面酷睿处理器的效果要比服务器 CPU 的性能要更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睿频不一样。这颗 i9-1490K 它的睿频可以到 6.0G， 但是这个6442Y 的睿频只能到 4.0G， 所以不是更贵的 CPU 就一定能跑出更好的性能，还是要根据你的应用来选择合适的 CPU。有道理。那现在这2台鲁大师已经装好了，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配置下，它的整体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来，我们现在开始。好，来我们看一下这台 P 叉。大家看到现在测试已经开始了，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声音还是很小啊，就可以看到联想的工作站的这个噪音的控制水平还是做的可以啊。看，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是在一个满跑的状态啊，所以它放在桌面上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5 minutes later， 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 P3 的跑分是128万多一点，接近128万3。那这个 P 叉的跑分有309万，是 P3 的2倍，就是不到2倍多，不到3倍。大家觉得这个跑分是不是你们期待的性能水平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跑分在你的电脑上跑一下，可以大家来 battle 一下。好的。那本期的测试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2台工作站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后台或者评论区艾特我们，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为大家做解答。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